哎，我想问一下，当时96年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气氛？已经是给人感觉大战待急，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动手，或者说是没有阻止这个直选？美国不同意，然后呢，当时那个就是江泽民就答应，就是说我们发的导弹，当时往台海试射导弹，不是导弹危机吗？对，是，但是那导弹里边没有战斗部，是空包弹嘛。哦。然后结果呢，这个消息其实，当时江泽民是答应了美国，然后结果后来这个事情被大陆一个叫刘连坤的少将给透露给李登辉了，然后李登辉就说啊，他们打的这个导弹是空包弹，结果这样的话，中共就知道内部有一个人有个间谍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后来好像说找这个人就后来把这刘连坤找到了嘛，注射毒针就把他给处死了，很可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是子定。我们今天依然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了张教授和扶摇。大家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个这个全球华人圈包括台湾很关心的话题。对，首先订阅，然后点赞，然后打开小铃铛。对，在我们聊正题之前，欢迎大家这个订阅，谢谢扶摇提醒，这个订阅我们的频道，对，然后时刻关注我们的最新节目，我们会聊包括台湾、美国，包括伊朗，这个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今天聊的是台湾话题，也和美国有关，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川普拜会习近平之后，台湾问题就成了重中之重。对，这个川普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就说，他们谈了好多台湾问题，然后台湾问题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军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军售案，其实台湾军售案是非常坎坷的。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军售案是台湾政府要提出需求，然后和美国这边协商，美国这边要答应以后，然后有的时候先报发价书，然后这边台湾才能买。台湾要买的话，还要自己通过预算，因为台湾是民主政府，对不对？然后预算的话要走立法院，然后立法院现在问题又不是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对，我们知道现在蓝白掌握在手中，所以最早的是行政院提出的是1.25亿。1.25兆这个新台币，对这个台币的这个方案，但是后来400亿美元，对，然后后来这个就方案经过打折，我们知道这中间还有个插曲，就是郑丽文去访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这个中国去拜会习近平，所以郑丽文从中国回来之后，就是你就感觉到这个风声大变，在这之前是拖延，就是说我们不批，郑丽文回来之后提出了一个就是3000亿。就相当于是1/4，就是本来是12000多亿，现在我是3000亿，我只批3000，它的版本叫3000加 N， 这个所谓这个 N 说白了就是拖，就和伊朗一样，就是说啊，我们之后再谈，这之后你之后什么时候之后啊？人家卖你都在说呢，所以但是呢，国民党内部其实是又有些复杂，因为它有亲中派。也有所谓的这个亲美派，或者是支持这个国防，所以最终当时就是很多人站着，包括赵少康，包括赖士葆是之前这个曾经国民党的总召，然后最终国民党通过的是一个7800亿的版本，对，相当于折中，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湾军售它牵扯到3方，中国、台湾、美国。然后最新这个话题又和美国有关系，因为美国这个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啊，他其实是越南裔的美国人，所以在这个国会听证会上，就国会听证会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就是说对台湾军售，其中有140亿美元的金额可能因为要推迟，这个推迟是因为这个伊朗战争导致这个弹药的紧张。然后紧接着我就看到很多这个媒体说，哎呀，这是美国要抛弃台湾，类似这种话，对。因为当时川普去中国之前，他就说他会当面和习近平谈这个军售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特别受关注。对，就本身有很争议。对，川普其实这次回来的时候，他说他没有答应习近平任何事。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的问题，我觉得长期以来大家有一个误解，就是中共意图把台湾说成是国家内政问题，然后呢，美国变成了一个外部干预中国内政的一个。就是因素，对，但是其实台湾是国际化的问题，就是因为台湾海峡如果一旦丢掉的话，它就第一岛链就完全崩了嘛，就是中国的军队可以直接出太平洋，而实际上就比如说全球大概有一半的以上的芯片的话是走台湾海峡的，然后呢，这个大概70%的能源，日本甚至可能90%的能源的话都是从马六甲海峡过来的，如果台湾一旦丢失的话，就中共。这个他的军力向太平洋投射以后，他可能会去直接威胁到日本的芯片或者比如说它的能源的供应，所以日本就是非常清楚的说，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然后呢，你再看台湾往南面一点点的话，就是菲律宾嘛，
菲律宾的那个小马克思他也讲，他说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所以就是即使是美国自己不想去保卫台湾的话，但是如果日本下场或者菲律宾下场，美国跟日本和菲律宾都有安保条约，他们如果要下场的话，美国是不得不下场。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大家已经就忘记了一点，就是台湾问题不是一个中国内政问题，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因为它整个对全球秩序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回到这个军购问题，你觉得是美国真的是因为这个伊朗战争的原因推迟？我觉得很有可能。说美国现在50%的导弹全都在，或者就是反导弹萨德系统都是在这一次对伊朗的战争中已经就耗尽了。对啊，大概还有这个新闻说还有萨德就只剩下不多了。对，它会从韩国往萨德系统往这个海湾地区调，这个本身的话就说明它确实是。但是核心的问题是台湾军售没有买萨德。台湾这次军售的主要武器，就是说，这个400多亿这个清单里面，重型武器是 M109A7，就是自走炮，然后包括海马斯系统，海马斯系统也是大头，包括海马斯所发射的这个 ATACMS，包括其他的一些火箭弹，然后剩下大量的是有包括眼镜蛇直升机的配套，然后还有大量的这个监视，比如说标枪。比如说托式反坦克飞弹，这些都是上千件，我记得一个是2000件，一个是1000件，就是非常多的。就是美国的策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台湾不太需要重型武器，就是说，你不需要大型军舰，因为你台湾岛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航空母舰，你只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导弹在你身上，我发射导弹，你只要有这个登陆，然后我发射导弹打掉你，然后这些，所以。我个人反而觉得，我不太喜欢这次拖延，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川普政府在某种情况下利用台湾在向中共施压，或者是在打某些牌。我觉得对这一点我不太就是担心的是，因为川普一定会看到台湾如果要是丢掉的话，就是不光是第一岛链的问题，就包括它的芯片的供应。全球如果都中断的话，对美国的经济打击的话是致命的。所以川普我觉得他跟记者讲，他认为2029年他卸任之前，习近平不可能打台湾。他说他卸任之后的话就不好说了。但是习近平还祝愿他再过4年，然后再做4年，是吗？有吗？临走的时候，结束的时候，至少还要这是不怀好心。习近平4 more years。习近平说：“你看我都做了多少个5年了，你再做4年也没有问题。”对，但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我是觉得就是说，就是随着全球化越来越深入，习近平打台湾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低，因为他自己的芯片，他的自己的能源供应的话，也是要依赖外部输入的。如果要是真的打起来的话，你只要能够，比如说把他对他的能源供应切断，对中国来说的话是很难过的，他能够撑半年，再往下撑不下去了。这点我认同，我是认为这是首先这个台海如果发生战争，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灾难，对，就巨大的经济灾难，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美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对，日本、韩国这个进出全都有问题，菲律宾受影响，台湾受影响，全球芯片全部供应链全部中断，就因为现在全球都是全球化的。你看美国这边，你生产一个什么东西，都是全球的这个供应链，你从东南亚、从台湾要进口，因为现在武器装备也好，或者是你用的消费品和这个和50年前、60年前没办法相比，这供应链非常长。对，中国也一样。对，中国也一样，他要买，比如说日本的光刻胶，买什么就是荷兰的啊，什么光刻机什么之类的，就是它是一样的。而且中国的大多数的进出口都是依靠航运，而如果航运的话，你就是要么走南海进珠三角，要么是东海进长三角，对吧？就是这2条路。是。然后第一岛链呢，又如果打仗的话，就是战火影响，就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你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这个状况，美国和伊朗明面上没有在频繁的交火，但是船就是走的会很慢。对，因为你有风险的话，你船就不会走，你没有保险担保。那同样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上海，就是我们不说这个南海，就说上海这么一个关键节点，就没有船能够进出，因为上海一出东海，就是南边是台湾岛。
然后正对面就是日本第一岛链。对，日本如果你真打的话，日本如果这个封锁的话，你的船你怎么进出？你没有办法进出。是，就是相当于是福建以北的地区所有航运全部垮掉，天津啊、青岛啊、上海连云港，所有这些港口相当于全部废掉。对，是。你货物是进不来，原料进不来，你产品出不去，你经济马上垮掉。南海其实也是，你要知道广东和这个台南啊，包括台湾南部，其实距离没有那么远的。如果就是美国或者是台湾想要影响这个地区的话，通过反舰导弹是有能力去影响的。他一定会走马六甲海峡，因为从广东那边出海的话，你要进印度洋，只能走马六甲海峡。对。但那时候美军军舰一定会把马六甲海峡封死，你就过不去了嘛。所以谁封锁谁还不一定到得了那一步吗？所以就是说，就是因为到不了那一步，所以我对战争的爆发，我觉得就几乎是零。我觉得是，我也觉得不太会爆发战争。你看，像川普回来之后，第一个电话打的就是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其实就是电话里肯定会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对台军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他当时给出的话说，他很满意这个答复。他虽然没有说内容，川普跟他说了什么，但是他觉得这个内容是很满意的。那他一定是川普跟他讲了这个问题，他也是能接受的。而高市早苗对台湾的那个支持的力度就更别说了。他不仅是安倍的一个后辈，而且他之前还亲自去台湾跟赖清德见面。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担心，他就算是暂缓的话，他也真的是暂缓，而不是一个故意说出来的战略模糊。哎，你觉得那个川普说他要跟赖清德通话的时候，他会说啥？我觉得川普保持稳定，就是不要台独，类似这种话。我估计他肯定是，但是其实就是川普不说的话，赖清德也不傻，他也不会宣布。赖清德，你看那个，因为520的时候是赖清德就是就职2周年，所以他讲话是非常含蓄的，没有很稳定，不卑不亢的。对，赖清德其实他自己说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嘛，他其实已经不是早期民进党的那个说激进独立建国的路线。我觉得就说，其实真正政权交到你手上的时候的话，你不得不务实，因为你如果不务实的话，你就会败选，然后就整个政党丢掉，就所有的利益全会丢掉。对，就拿这个卢比奥，其实你在参议院的时候，他是非常就是 vocal 的反共的，对。但你到行政单位以后，你作为国务院，你代表了一个国家，对，所以有些话你不可能像你在野的时候说的那么明白，是。但并不代表他的立场变了啊，只不过说我现在身份变了，我现在国务院我是代表。我现在代表是美国，不能再代表个人立场。但是他还是会使个眼色，会使个眼色，对，一个卢比奥使个眼色，对，眨一下眼，挺有意思的，对，所以这扶摇，你觉得如果和赖清德通话的话，会聊些什么？可能就是这些吧。我觉得现在美国要的就是台湾不要有这种就是比较冲动的一些做法，然后保持现状。只要台湾内部自己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反共的情绪，然后中共这边就没有一个办法，因为中共其实他也知道，像教授说的，他可能靠武力已经是不太可能了，所以他想去渗透。如果台湾自己的民众是抵抗这种渗透，那台湾自然就是安全的。你其实不台独，其实你已经在台独当中了。所以有些事情不用说的那么明白，作为大人，大家都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对于台湾来说，其实他在这种外交上被围堵，他只是面子上不太好看，但其实并不影响对外的经贸交往什么之类的，这都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赖清德如果要是跟川普说的话，他得有几个问题，他必须得跟川普明确的讲。第一，台湾的未来不是我决定的，是台湾2300万人民决定的。这样的话，就是他就没有责任，可以把这责任完全卸掉。第二呢，就是说一定要讲清楚，就是说台湾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他可以 remind， 我觉得他可以提醒川普，你记得当时中共说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就类似这样，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不管跟你说什么，他是不可信的。我有一点感觉，就是川普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后，他有点陷入到这个习近平给他下的这个叙事的圈套或者叙事的背景中。因为中共的叙事一直是讲说，就是说台湾那边因为有美国人的怂恿，所以他们台独，所以他们要挑事，所以他们非常嚣张。然后你作为美国，你这个你不能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有类似的话说，我希望双方都 calm down， 都平静下来。但其实我不认为台湾过去有任何说挑衅的行为，或者是赖清德讲话的时候，就是说他也会讲，就是说关于这个141军售的问题，他会继续谈。然后他也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国家就是由
台湾人决定的，不是由哪一个这个政党决定的，也不是由就是说另外的其他的这个势力决定。他还提到境外势力不能受境外势力的一个影响，他指的就是中共。对，我觉得赖清德其实应该把他当时讲的话跟川普重复一下，说这个中共要台湾跟领土毫无关系，否则为什么北方丢了俄罗斯的那个50个台湾的领土的话，中共就不要？真的是，对。你们觉得会不会谈到芯片问题？肯定会谈到芯片问题。川普不断的提，就是说台湾，他是说台湾偷走了我们的芯片，但是其实也是人家本身就是在生产，也不是偷走了你的芯片，是一个全球化的。那你还把中国拉入了这个全球贸易体系里当中，那你还把这个一个敌人拉到了我们的这个圈子里。那其实美国也有过去有这种养虎为患的这种错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不用特别当真。这个事儿说句实话，就怪美国自己。当时台积电为什么发展起来，是因为当时苹果的芯片代工，英特尔不愿接，觉得利润薄，所以当时苹果找的台积电，然后随着苹果的发展，台积电代工起来的。所以这个事儿，你说你能怨台湾人吗？对呀，对啊，并且说句实话，你这个台积电虽然收入非常好，但是其实工作是比较辛苦的。那你像很多人不一定能坚持下来。他们前两天那个什么三星罢工，什么一个工人平均拿到了34万美元的34万啊美元，34万美元的奖金。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过去这接近1年的周期，就是整个存储，特别是内存第一就是海力士、三星和美光，然后韩国的这两家海力士因为利润非常高，你像美光它的毛利润能达到接近80%、70%多，哇！就和英伟达现在甚至比英伟达还要高，就是说这几家这个因为内存这个价格被推得很厉害，然后只有这3家做 HBM， 然后用 data center， 所以海力士是前段时间因为发了非常多的奖金，然后三星呢发的奖金少，要跟牌，然后三星的员工就不愿意了，说你看人家海力士发那么多，对，我们也要发，我们也要你又不是没有钱，所以这个三星人罢工，然后罢工结果就是行，三星也派发这么多的钱。我真的不知道罢工之后你怎么跟你的老板去见面呢？反正就是你针对的不是老板啊，领钱来的。你针对的不是你的直接上司啊，你针对的是最上面那个。对呀，就是说你面对这个大老板，你们一起去开会的时候，到底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状态？在美国这边的话，就是说他有，反正我原来上班的时候有2种就是领工资的方式嘛，一种叫做 wage 的话，就是你哪怕今天只上了1个小时的班，但是呢，你要发你1天的工资，对，计时。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叫 per diem 的，就是 hourly pay 多少钱。对。那实际上呢，就是所有的这种 hourly pay 的这些员工呢，他们都是在工会里边的。我们这种位置的，我们是不在工会里边的。而每次就是说要奖金、要待遇之类的话，都是工会在替你争，所以不是。而你罢工的话，是工会告诉你那天不要来。你知道吗？并不是说我自己不来，是工会告诉说你别来啊，你别来。对，我一直很搞不好这个关系，就是说你罢工了，然后明天给你开了怎么办？那个老板就是瞅你不顺眼了，你罢工，我把你给罢了，就是我就觉得你怎么去调和这个关系？要不然给老板喝点这个。教授现在也很丝滑，我觉得就由三星和海力士不发奖金了。对，这是韩国的发这个黑参，对不对？这个玄宝黑参，这普瑞堂是来自韩国的9蒸9铺的黑参。之前有朋友就问你那说的那个玄宝黑参有那么就是好吗？我说有，说好在哪儿？我说这个是真的是9蒸9铺，市面上它那个是3蒸3铺，可能6蒸6铺，它真正做到9蒸9铺的非常少。但是他们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它可以保持的根须非常的完整，所以它就是用心，然后它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对，他一般来说，很多中国人吃人参怕上火嘛，他这个9蒸9铺之后，他把人参的燥火性去掉了，就是你补，但是这里就是一点点黑参，温补不上火。对，是对。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用优惠码购买相关产品。对，它是人参呢，所以说这个是很值得试一试的，是一个全家保持健康的一个好的方法。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个三星、海力士，我突然想到宁德时代。就中国像宁德时代，包括比亚迪，它其实。也是利润也是不少的，但是没有像这个韩国公司或者是美国公司发这么多钱。对，所以那个福耀玻璃好像也是。对，福耀没有参与这些。那是你不是管理层。你知道他们那个门口的那个大路就叫福耀 Avenue。哦，是吧？对，福耀，它叫福耀嘛。福耀 Avenue， 但是就是写英文 FUYAO。哇，你应该直接闯进去说，哎，这不是我的公司吗？对，我以后要去看一下。
是对，但是我觉得这可以看出，就是这个中方或者是和西方公司管理上的差异。你看你在西方特别高科技公司工作的话，你的这个股权的分益其实是相当高的。你很多人就是说公司干几年，你的财务状况已经非常好了。对，你像你在英伟达或者苹果或者是这些大公司，你都有非常多的这个股票分红。但是中国好像不是这样，就是说，它好像表面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好像它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就是还要剥削，对，还要剥削，对，你就觉得这个时空好像错乱了，到底谁才是社会主义？对啊。它是精致利己主义，对，所以你看那个，就是说像 SpaceX，这就是说它如果一旦上市的话，立刻就会造出好多的亿万估值，现在简直了不得了，15000亿美元，对，就它就一下就会造出很多的亿万富翁。对，6月份就要上市了，对，所以其实美国经济还是有相当大的活力。我觉得回到台湾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说你跟谁做生意，你赚钱多，因为现在在台湾对外贸易中，其实美国早就超过中共市场，而包括台湾芯片市场之所以兴起，台积电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也好，也是和美国这些大规模的这个半导体公司的合作。对，所以你和美国人合作，你才能是双赢，大家都能赚到钱。当时那个两蒋，这老蒋真的是很有眼光啊，就不是老蒋，是蒋经国时代，对，就主动的说台湾要发展半导体，然后当时派了一批人，像什么张忠谋啊、曹兴诚啊，像那种什么。苏姿丰啊，就现在整个那个就是半导体几乎都是被那个就是梁建后啊，都是被台湾人垄断的哈，那个半导体是很厉害。对，就说到这儿，我就想起这个，就因为国民党内部其实对这次军购案有很大的分歧，然后甚至内部会互骂起来，就是说，因为这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不是爱你的国家。对，就他就亲中派的人就是。他有个叫纪凌莲，国民党副主席，也是黄复兴出身的。然后他就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骂这个韩国瑜，就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谁支持8000亿的版本，或者是就是12000亿的版本，那就是美国人的走狗，就直接这么说。然后赵少康听不下去了，因为就是其实国民党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过去这半年，他的。这个在中国问题立场上确实有比较大的分裂。对，然后赵少康是老国民党的那种，就是反共的嘛。对，他是支持中华民国，他是这样的。国民党内部我认为分成三层啊。第一，我们从左往右，最左叫红统，就我就是明摆了，我就是接受中共统治。我们一个中国就是指的中华中共的共和国。中间派是什么？中间派是我支持。中华民国，我支持台湾，我支持台湾前途由台湾人自己定。但是在中国立场上，我认为我要就是和善，就是我们尽量和中国交好，不要什么问题都打到一起。这是一派，然后剩下一派就是绿的。就是也不是绿，中华民国派，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和中共这个是敌人啊。这一派的人非常非常少，就是国民党内部这一派的人，这派人就是有2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比较分化，因为他得不到一些台商的支持，比如说这个台北市议员钟小平，然后剩下一部分人就是最后在国民党待不下去了，就不得不就跳出来或者变成绿营了。对啊，对，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郑丽文不是郑丽文，他是转到那个国民党军了。开玩笑，对，就比如说那个著名的那个主持人，就国民党前发言人。著名的主持人，国民党前发言人，你说那个徐巧芯吗？不是，坏了。哪一个？就你还采访过李正浩？不是，我采访对，李正浩以前是国民党啊，他国民党青年军的。哦，是啊。李正浩是国民党青年军的，对。就李正浩，说错李正浩，包括那个将军叫什么来？我名字。你说李北辰？于北辰。对，这刚才那个卡掉吧，我太没关系，再说一遍。对，其实就是这些人比较少数。你像李正浩，包括于北辰将军，他们之前都是国民党的，然后在国民党后来待不下去，然后后来出来，然后现在被打成所谓的绿营侧翼。但是他其实都是中华民国派的，他不是传统上的这个台独派的。对，但是还是回到这个军售问题。对，我想提一下，你刚才提到那个赵少康，我现在这2天看新闻，我看他被打得很惨，就是好像国民党内部就觉得他就是说了一句
好像就是比较中立的话，结果就被就是圈内的人或者说国民党内部的人就批得很惨。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就是有点像斗争，或者说是真的很激烈，这个党内部。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中共在操控一批，因为赵少康算是中华民国派的人，对，他其实对于中共来说，他就是说，他不认为中共应该统治台湾，但是他也不认为和中共要打起来，就是双方保持友好。但是可以现在我认为背后的策略是，中共现在渐渐他不希望国民党还是这样，他认为这些人是搞内部分裂，对，他认为这些国民党人在骗他，他想要的是国民党的一些红统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扶持国民党内部的红统派，这些人声音很大，然后这些人通过媒体或者什么可以攻击所谓的中华民国派或者什么，这是我们在过去特别几个月来看到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不同的声音吧，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对，那说到那个141军售，刚才打断你。对，所以当然回到美国这个141军售，它难免会在这个台湾内部带来这个争议的声音。很多这个红统的媒体啊，他一定会借此去指责美国。对，那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散布，就是美国不理我们了，美国不保护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自保啊，什么就是赶快投降啊，对吧？赶快主要是这样的一种叙事。对。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我不认为中共会攻打台湾，或者是对这次军售会有一定影响，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第一，我觉得中共不会打台湾；第二，我觉得美国也不会放弃台湾。对。如果有这样的共识，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好像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2019年前后，就是说2027年要打台湾什么之类的，就是一度在网络上非常流行嘛。对，那个时候是因为美国有一个那个国安报告是显示2027年就是说中共会入侵台湾。对。那个时候是基于当时看中共那个就是军备它在发展的很迅速，好像当时是米利将军吧，好像是提出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已经是就是说就是中共永远错过了打台湾的窗口了，已经，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又在下行，然后我觉得再加上全球化绑定，使得中共也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别的国家的产业链，就使得他没有办法就采取这么极端的措施。台湾也就是说代替美国成为了假想敌，不是真的敌人。我甚至觉得当时高市早苗就是说去台湾的时候，他可能或者说是跟赖清德总统通话的时候，他都有去就是说敦促台湾你去主动一点去跟美国去谈这个就是军售案，因为美日的关系是不用说的，那他出于对于台湾的这种友好关系，他可能也会给他出招。所以我觉得台湾之所以可以像赖清德总统，他可以比较理直气壮的，或者说他非常有自信的去一直去要这个，我觉得背后是有支持的，不光是他就是说民众的一种就是说民意，而是说他是有一些政治盟友在支持他的。其实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跟川普表达一个观点，说我呢也很想和这个大陆的领导人能够谈一谈台湾的前途和未来。他这次讲话又提了，但是不是？我觉得有一个 point 啊，我觉得有一个观点的话，他要讲清楚，我是台湾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我希望和大陆那边也是经过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来谈。因为你没有合法，你没有执政合法性啊，就凭什么是你来跟我谈呀，对吧？对，有道理。就是我觉得赖清德就是在公开的场合应该不断的强调两岸制度的差异，所带来的这种两岸沟通的障碍。你记得当时陈水扁不是讲了2件事情吗？陈水扁说，我如果见到江泽民的话，我会问他2件事。第一件事的话就是为什么当年6·4要镇压学生？第二的话就是你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那是很早很早，赖清德不是陈水扁刚上任的时候说的话。而且今年其实很特殊，今年是台湾直选30周年，96年到2026年，已经30年了。所以说其实他这个身份是很特殊的，他确实是很能和习近平叫板。台湾怎么会？应该是4年一个选对，这今年不是大选之年。对，今年是9合1县市长选举。96年当时台海危机的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出生了没有，或者是比较小。哇塞，不想透露年龄。那个时候，对，那时候我在北京的时候，那个感觉台湾当时那个军演啊，就是中共那个电视台上放，就感觉好像打台湾就是轻而易举的，就一下就可以打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当时台湾股市暴跌呀，因为当时是李登辉第一次开始搞这个直选嘛，然后当时就国内人也痛骂李登辉，但是我觉得李登辉和蒋经国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一下子把台湾问题变成了不再是两党的问题，不再是两党领袖之间的问题，国际化，变成了一个
中国大陆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过去的话，因为两蒋本来就是给人感觉是独裁嘛，就是要和要统，就是你一句话，我只要搞定你一个人就行。这现在就说 OK， 这台湾2300万人民来决定，就中共就不知道跟谁谈了，跟2300万人一个一个谈。哎，我想问一下，当时96年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气氛？已经是给人感觉大战待急，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动手，或者说是没有阻止这个直选？美国不同意，然后呢，当时那个就是江泽民就答应，就是说我们发的导弹，当时往台海试射导弹，导弹危机吗？对，是，但是那导弹里边没有战斗部，是空包弹嘛。哦。然后结果呢，这个消息其实。当时江泽民是答应了美国，然后结果后来这个事情被大陆一个叫刘连坤的少将给透露给李登辉了，然后李登辉就说他们打的这个导弹是空包弹，结果这样的话，中共就知道内部有一个人有个间谍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后来好像说找这个人，就后来把这刘连坤找到了嘛，注射毒针就把他给处死了，很可惜。然后其实从军事角度上讲，当时96年的时候，中共的军力。甚至不需要美国出兵都打不过台湾，真的是那样。因为90年代的时候，中共这个邓小平时期，当时讲这个军队要这个自力更生，军队要忍，所以当时还是属于韬光养晦的那个阶段。就是那时候军队就是军费不给足，你自己想办法。对，所以我们知道，在国内有长虹做电视机的，它其实是军工厂，之前是做雷达的，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做摩托车，就是做飞机，他是做摩托车，对，就很多军工他没有办法，我做民用品牌。当时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工作那个公司就是跟西门子合资的嘛，那就是中方这边的话就是738厂，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军工企业的话都是有编号的，对，现在也有，现在也是吧？对，738厂它原来就是这个军队里边做电子产业的，对，然后他就跟那个西门子合资，后来做电话交换机嘛，然后那个时候邓小平是在89之后，就是92年以后，然后邓小平说当时要这个发这100万大裁军呢，什么那是85年的时候，100万大裁军，然后当时邓小平讲叫做军队要忍，就是要把军费要往下削减。然后后来等到96年、97年的时候，当时军队经商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到99年的时候，江泽民下令是军队不得经商脱钩。那时候是所有的那个走私的那些汽车，大批的从海外运到中国去。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93年嘛，那时候呢就是好像人人都能够弄到那个走私车，然后要挂一个军牌，就是然后就怎么样，就那时候好像人人都在干这个事情，但其实大家都只是在凑热闹，但是好像人人都在做这个事情。那时候军队走私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些车是扣留了吗？还是说又不是？他就是走私进来的。那走私进来之后，他不让走私了之后，那批车怎么办呢？走私进来那些不是，他当时是走私进来之后的话，比如说挂个军牌，完了之后的话就卖到上路了。对，卖到对就上路了。完了之后呢，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要买它的话，他会给你弄那个军官证，就是从头到尾给你弄一条龙服务的那种。就那时候关岛，大陆92年的时候，那是所谓叫关岛，但是军队走私非常厉害。对，所以当时中国军队其实没有太多战斗力，而且也没有太多的装备。你像我看他们现在好像还是一脉相承，这个传统虽然说是不是明面上的，但是私下里也没有说提高太多。但他现在中国军队的硬件上其实是生产能力上硬件上是提高，但是他可能软件上或者是他这个指挥思想这个战略上的话还很多，差很差。所以这是96年没有打成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中国军力其实那个时候不足以挑战台湾，而且当时美国也派航空母舰出面了，这种情况下是打不起来的。对，你看人家有直选了之后，人家这台湾蓬勃发展的是对，所以其实140亿美元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差距，对于整个台湾局势影响并没有那么大雅。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大陆，你像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台湾导弹可以打到上海，可以打到广州，可以打到三峡、大坝什么之类的，对中国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就是它绝对不是说单方面的我就把你揍一顿，它是对互相之间你打我打你的嘛。就像现在乌克兰也可以打到莫斯科这样的。对，是没错。我觉得台湾一定会跟乌克兰学习无人机技术的。哎呦，你说到这儿，我又说到军售，这个12000多亿砍到7800亿，少的这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商购，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就是说本来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钱要投入到一个基金里面去发展台湾的这个无人机，采购一些无人机，但是目前这部分钱被卡住了，也是很遗憾的事情啊。我当然希望这个台湾的这个蓝白两党如果之后能够接受行政院提出新的版本或者是新的特别预算去发展无人机的话，我觉得这对于台湾国防是一件
非常有益的事件，因为你看了乌克兰就知道了，这个无人机在现代战争有多大的作用，你没有理由去掐断台湾无人机的发展。而且对于台湾来说，你自己生产的无人机不仅可以自己用，也可以走向全世界。我觉得无人机可能比反导还厉害，就是现在乌克兰有很多是用无人机拦导弹，是吧？无人机拦，它有用无人机拦无人机的，但是无人机拦导弹相对来说有点困难，因为无人机速度太慢，速度太慢了。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对于台湾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就像台湾芯片一样，你如果无人机做得好的话，你可以走向全世界，你可以卖到欧洲去，对吧？你卖到美国都没有问题。是，所以我觉得这对台湾是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与其盯着美国的这140亿的暂停军售，不如先把台湾自己的这国防预算、特别预算先通过了，更好的发展自己的产业，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没错，对。那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怎么想，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拜拜。